大家好，我是甜蜜君。今天给大家来个大总结，让我们来细数一下姑苏醋王吃醋的瞬间，看看一颗白菜掉到醋缸里是怎么变成醋溜白菜的。众所周知，魏婴性格开朗，相貌俊美，个人魅力极高，她就像颗耀眼的明珠，照亮了蓝湛的内心世界，让冷峻的他沉迷这个光带来的温暖。可偏偏魏婴又是一个喜欢到处撩拨的人，在他不确定魏婴对他的感情时，吃醋是常有的事。因为不确定，所以很没有安全感。他不确定自己在魏婴心中的地位，在他心里别说是江澄了，就连聂怀桑也比不上。原本他以为魏婴只撩拨他一人，后来发现他见人就撩，自己又不善于言辞，只能生自己的闷气。吃江澄的醋。魏婴跟江澄从小形影不离，10几年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。蓝湛每次看到魏婴跟江澄勾肩搭背，他的表情都很微妙。从寒滩洞出来时，魏婴压在蓝湛身上，本来蓝湛都没有生气。这时江澄走过来喊魏无羡，魏婴转过头一脸灿烂地看着江澄后，蓝湛的表情就变了，特别生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：起来，你压在我身上，却一脸灿烂地看着别人。醋缸子立即打翻了。在他们厨完水睡，魏婴将琵琶扔给蓝湛，傲娇的他扔了回去。魏婴立刻转身把琵琶扔给了江澄。蓝大看出了端倪，说：你想吃，我买一筐回去。他说不想，其实他只是想吃魏婴给他的琵琶。魏婴从夷陵回来，江澄忍不住抱了他。魏婴受宠若惊，正当他准备回报时，对面的蓝湛的眼神像一把利剑一样，让魏婴把手缩了回去。而且在魏婴死后，他的陈情也被江澄收藏了。魏婴重生后，当他知道江澄也发现了魏婴，马上说：我背你吧。小说里更是公主抱，宣布主权。得知魏婴将自己的金丹给了江澄，蓝湛先是震惊，再表现出少有的发怒。番外篇还有提到，魏婴说以前跟江澄总在一家湘菜馆吃饭，蓝湛因为没有带上他，不高兴了。吃温宁的醋。小天使温宁无论魏婴重生前还是重生后，一直跟随着他，不离不弃。虽然温宁只是出于感激和敬重的感情，但魏婴对他的维护和照顾还是让蓝湛吃醋了。蓝湛不喜欢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温宁连累魏婴致死，而且那么不巧，温宁总是在他们喝酒增进感情时做电灯泡。蓝湛醉酒后见魏婴不在，他出来寻找，看到的一幕是他们两个互相跪着，夫妻才互相跪着对拜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上去就是一脚，伸手便打，使劲推开。他转过身背对着温宁，面对着魏婴，用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。这种吃醋的方式搞得战斗力极高的温宁吓得跑的时候鞋子都踢飞了。蓝湛给魏婴做的定情曲，他却吹给温宁听，所以他抢了笛子，只许他吹给他一个人听。他们要去乱葬岗，温宁一直在默默保护。蓝湛其实知道温宁一直跟着他们。魏婴问：你是什么时候跟着我们的？蓝湛快速地说出了金陵台，眼神还有些小得意。我早就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后来魏婴叫温宁跟他们一起走，蓝湛扔下了一个走字，快步离开了。他们刚从一层出来，蓝湛本想拿酒哄魏婴开心，却发现温宁来找他，很礼貌地在门口敲门叫了几声，见半天不回答，黑着脸就进来了。吃绵绵的醋。绵绵让蓝湛吃了10几年的醋。年少时在玄武洞里，魏婴为绵绵挡下了烙铁，蓝湛无比心疼。魏婴死后，他也在自己的胸口上也烙了同样一个烙印，之后在魏婴手臂上咬了一个牙印，也想让魏婴记住他。在分析玄武洞细节的视频里有详细分析。他偷偷拿走了绵绵送给魏婴的香囊，自己当钱袋。这个香囊是魏婴问绵绵要的，直至多年之后他们重遇绵绵，魏婴才发现蓝湛这个秘密。绵绵饰演道，魏婴是了完就忘，可怜蓝湛暗暗记了10几年，不但吐槽了玩弄字眼，后来他还故意说请把墨儿递给我。魏演道，剧里还特地拍出了魏婴忘记绵绵的镜头。蓝湛笑了，这可让狂吃了10几年醋的蓝湛心中的大石头放下了。吃聂导的醋。聂导是魏婴的小迷弟，他们俩都爱玩，上课时常鸟传纸条偷吃东西，是不是像极了读书时的你？下课后在河里开心的摸鱼，在山上抓鸡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蓝湛也想跟魏婴一起玩，
而不善于言辞的他只能在旁边看着，他满脸期待地目送他们离开。他外表受着家规束缚，其实内心只是个少年。这个愿望在心里藏了10几年，所以他在16年后喝醉酒才会去偷鸡，还问鸡肥不肥。他们3人在偷喝酒时，蓝湛听到了嬉笑声，坦然自若地推开了门。因为蓝湛是掌罚的，可是进来看到的一幕是，在榻上聂导和江澄压在魏婴上面，魏婴发出了惨叫声，蓝湛都要气炸了，说的是你们在干什么？他是先看向了聂导和江澄方向，再看向了魏婴。这里很微妙，不是先看向最调皮的学生，而是先看谁跟他一起玩。而魏婴跟聂导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喜欢勾肩搭背，蓝湛每次站在旁边的眼神都很犀利。在他们共同征服五天女时，魏婴拉着聂导的手，看看蓝湛恶狠狠的眼神。从身后再吃人饱，魏婴再次搭着聂导的肩膀，蓝湛冷冷地回头甩了一句帮忙。他所谓的帮忙其实就是用他的臂城宝剑去刨土。吃师姐的醋。在魏婴眼里，师姐是最优秀的女孩。在百凤山围猎场上，芊芊接下了师姐抛的花。这里有一个风俗，向心仪之人以花朵相赠，表达倾慕之意，惹得蓝湛醋意大发。这也是让他鼓足勇气去强吻遮住眼睛的魏婴的一个爆发点，最后还把魏婴胸口的花拿走。在夷陵重逢时，魏婴听说师姐要嫁给金子轩，蓝湛看着他激动的表情，耐心地听他说完对金子轩的不满和师姐的好，神情复杂。此刻有一种吃醋叫更心酸的感觉，莫过于无权吃醋。有时候光明正大的吃醋也是需要名分的。吃路人的醋。在齐餐清谈会上，魏婴正搂着小师弟聊天，蓝湛好像故意拉了一下弓弦，发出的声音成功吸引了正在聊天的魏婴。他马上热情地跑过来搭讪，还拦着不让蓝湛走。2个人在一个酒馆打探消息，店小二搭着魏婴的肩膀聊得甚欢，突然感觉到蓝湛在瞪他，看他的眼神，活像我勾肩搭背的是他的老婆。问路送胭脂。在他们去驿城，魏婴去问路，将自己身上的胭脂送给了姑娘。蓝湛当时的眼神就不对了，而魏婴还以为他是嫌自己送的胭脂不够好，还解释了一句不比从前。而蓝湛则是像是被唤起了什么不愉快的回忆，眉间一抽，慢慢的转过了头。蓝湛对以前魏婴到处撩姑娘还是感觉到很受伤的，醋意再次爆发了。姑苏蓝氏的女修。番外篇家宴有提到，魏婴在等蓝湛时，跟魏兔子的女修聊得甚欢。蓝湛看到了，故意走路大声让他们听见，还说家训第7条，不许惊扰女修。在金陵台，魏婴跟侍女礼貌性打招呼，蓝湛先是斜眼看过去，黑着脸摇了摇头，快步走开了。这让魏婴很紧张，赶紧跟了上去。有一种吃醋叫别人看一眼都会酸。金夫人跟他打招呼时，蓝湛打量了他很久，甚至目送他离开。你看蓝湛何时这样看过一个女生？剧里说的是莫玄羽喜欢金夫人，所以蓝湛想看看能吸引到魏婴这具身体的是什么样的姿色。魏婴跟金夫人点头微笑，蓝湛突然走进镜头，这里可以仔细品一下他的眼神。看见别的女人跟你说话，我会吃醋会不爽，可是我却没办法抱怨，因为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。后来魏婴叫了蓝湛2次，蓝湛才应他，冷冷地甩了2个字：自便。可见还在生气。有一种吃醋叫随你，有一种失望叫算了。魏婴说：我这不是怕丢了你的脸吗？这里你的是重点。从以前他其实心里都非常害怕蓝湛真的生气不理他，最后蓝湛更是放话：只需你不主动招惹旁人。这句话应该在他心里憋了10几年，这次终于放飞自我。他希望自己是唯一被撩的，在魏婴心里是特别的存在。人都走远了，蓝湛还一直盯着魏婴离开的方向，只要不在视线范围内，他就开始心慌。吃自己的醋。姑苏醋王是谁的醋都要吃的，包括自己。百凤山偷亲魏婴后，魏婴问蓝湛有没有亲过人，还说自己身经百战，因为误会这不是魏婴的初吻，这让蓝湛很生气。就这样，这个醋吃了10几年，直到后来的草丛事件才恍然大悟，此刻最美的幸福是你给的感动。吃醋是一种爱到深处，害怕失去对方的情绪表达。总之，以后魏婴身边只准有梨和兔子。
如果以上内容在剧里找不到，请自行到小说里复习哦。我是甜蜜君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